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來特別關心到的是川普喊重拳，但是卻沒有飛彈可以打了，成為現在美國最大的一個問題哦。另外呢，戰機還被迫晉升等被獵殺嗎？川普的方面現在要面臨的壓力就是伊朗現在以量來破質，打穿了美軍的保護傘。另外在荷姆茲的部分，今天也會有最新的進度，7%荷姆茲會來收，由這個德黑蘭來收它的收益哦，讓它大補血嗎？好，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前，先幫我們節目按讚，寫下留言區。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環球大戰線，現在我們的會員頻道再次提醒大家已經成立了，趕快按下加入鍵，成為我們的戰友。今天的每一戰士，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來做剖析哦。第一個，川普已經喊了48小時內就會來見分曉了，接下來呢，如果真的談不成的話，美軍就會來攻擊伊朗了。但是呢，現在美國眼前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川普嘴巴喊這個話喊得很大聲，但是來自於路透社最新的揭露，美軍的長程精準飛彈是已經接近耗盡了。這當中今天會來看到，特別是這2款精準飛彈幾乎都用完了。川普真的有把握它可以繼續打下去嗎？第二件事情，我們現在看到伊朗即將要大幅補血了嗎？最多接下來傳出他會接收來自於中國大陸400套的肩射防空系統，當中包括了這2款前衛12跟飛弩16。接下來還可以搭配無人機飛彈，消耗戰術。中國武器原一能夠破解美軍的空中優勢嗎？這是第2點。剛剛講了嘛，這個荷姆茲海峽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最新的進度了呢？因為呢，傳出伊朗呢這邊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說接下來船舶可能只能通過伊朗的水域，甚至會收取最高來到了7%左右的一個服務費。美國在這邊施壓了數個月的時間，反而讓伊朗現在取得了荷姆茲的主導權嗎？我們會來一一做解答。好，現在來看到是川普又準備對伊朗重拳了，他甚至預告說，接下來48小時準備好了會見分曉，談得成荷姆茲，我們會把它重新開放起來；談不成，美軍就會再次的對伊朗開轟。那德黑蘭方面呢，我們來看到他怎麼回應。他說，只要美軍再次的攻擊伊朗，不只是美軍基地而已，會遭到報復。接下來包括了，他也點名了幾個地方，像是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跟卡達跟波灣國家，特別他着重在這些很重要的油田跟基礎設施等等的部分哦，還有海水淡化廠都會成為下一個攻擊的目標。現在看起來，這個劇本好像再次的重寫了，是不是？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幾個月前，川普也曾經放狠話說要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然後呢，波灣國家立刻跟美國說冷靜。那川普就是以這個盟友請求的原因停止了攻勢。這一次會不會又上演一模一樣的劇本呢？尤其呢，川普表面上當然要裝一個強人形象啊，但是私底下我們來看到美軍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一些長程的精準飛彈是已經接近耗竭了，包括戰術型的這一種系統武器跟新一代的精準飛彈，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這2款都已經不夠了。那麼如果當遠程的這些藥庫的庫存出現了枯竭的話，接下來面臨的問題就是說，美軍就要使用他們的戰機或者是轟炸機來開進伊朗比較靠近伊朗的這些防空的範圍之內，對於美軍來說就會變得特別的危險了。而有關於這些飛彈耗盡的問題，有一件事情很尷尬，就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在5號當天做了一個報道，他說美國總統對於伊朗戰爭的不滿上周在大衛營是爆發了，他怒批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讓他以為美軍的彈藥這個荒已經解決了，影響了他對於伊朗的作戰。這是來自於這個外媒做的最新報道。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川普一邊喊重拳，但另一方面他要面對的就是國內現在呢這些彈藥、攔截飛彈、防空飛彈耗竭的問題，還是說五角大廈提供給他的情資過於樂觀了呢？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五角大廈不會提供過於樂觀的情報資料給總統看啊，因為一般來講啊，這個美國的情報系統，尤其是軍方的五角大廈，他們是比較嚴肅的啊，所以
我覺得川普的情報一直都非常清楚，而且不要忘了，這個美國的彈藥不足，這個不是今天才出來的消息，是上個月早就出來了，而且更早以前就已經都一直在強調啊，說美國的彈藥很有可能會不足。他們當時你還記不記得，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還在罵這個《華盛頓郵報》說，你這個應該要進監牢裡面去。啊，你怎麼可以講我們的彈藥不足，長他人的志氣等等？這代表什麼？這些訊息早就一直往上傳了。我不相信赫格塞斯會攔截這些資料，因為川普的情報不會只有從五角大廈，而且不會只是從這個赫格塞斯來。川普的情報系統是每一天都有《國安日報》要讀的，《國安日報》裡面有情報總監，有國家安全會議啊，他們的秘書。也就是他的白宮安全助理，他們要會診各個單位，他還有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空軍部長，他們都是管這個陸軍、海軍、空軍他們的武器裝備的。所以所有的這些部門，因為參謀長軍人他是管使用，怎麼操作、怎麼使用，部長他是負責後勤裝備，我滿足你的需要。所以有陸軍部長、有海軍部長、有空軍部長，都是文人。那這些情報資料都要往上送的，還有國防部部長情報資料也要往上送的。是，那怎麼可能赫格塞斯一手遮天，我全部攔下來，不讓上面知道？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的情況是，川普要故意卸責甩鍋，找這個赫格塞斯來背。赫格塞斯當然要背，而且他一定要整個背下來。背下來以後沒多久，你會看到這段時間不要露臉，這段時間。少出風頭，然後好像就是所有的責任都是他扛了，是他的錯，然後川普都被蒙蔽了。沒多久以後，他又愛死了赫格塞斯了。這個是川普常常過去演的戲碼嘛。有責任就下面背，下面只要不吭一聲，那麼之後他又會擁抱他，又會愛他。這個一定是這樣演的。那如果赫格塞斯頂嘴，那赫格塞斯就準備下台了。赫格塞斯不會頂嘴。他一定會把這個鍋扛進來，等到他真的決裂了以後離開了，他就反罵了嘛。這個美國的政客永遠都是這樣，離開位置以後就全部開始炮火全開，猛攻這個川普，把他的底都泄出來。這是過去的部長被開除以後，他們的最後的反擊都是採用這套。所以事實上是川普在賭什麼呢？賭說我彈藥還沒見底之前，你伊朗就屈服了。所以他本身維持一個用恐嚇威脅，然後又一下子重炮，一下子又威脅，不斷的在這個交叉的進行中，他認為那個伊朗遲早會屈服，他認為，但是很明顯的是他判斷錯誤嘛，因為伊朗就是不屈服嘛，伊朗不屈服，你也不敢出動地面部隊，那你只能用轟炸的方式，最後你的彈藥當然就見底了，再加上。美國的國防工業，它現在的稀土的存量不一嘛，有的夠，有的不夠。可是你要做成一枚導彈，你的稀土全部都要齊備的，因此它的生產量也供應不上去，生產供應不上消耗，再加上其他的戰區的司令根本不願意把它的這個家底拿出給中央司令部用嘛，並不是說美國真的是都沒有了。你現在問題是太平洋戰區的司令帕帕羅願意把他的導彈丟給中央戰區來使用嗎？歐洲戰區願意給中央戰區來使用嗎？如果他們一旦把他們的庫存的都丟給他來使用，一旦你在亞太地區被中國大陸知道了，或是被他的敵人知道了，他在亞洲開一個戰場，在歐洲開一個戰場，那這些司令不是下台，他們才不會把他們的家底洩出來。所以現在缺的是中央司令部，不是美國整個彈藥庫存不夠。好，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美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尤其是特別在中東地區，現在呢彈藥不足的問題，而且生產也來不及。那另外一邊，那美國接下來怎麼辦呢？如果川普他很強勢的說，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要做進攻，那彈藥不足，他們接下來會怎麼做？我們也進一步做一個預測，他勢必要加強的就是他的戰機跟轟炸機，接下來出動的比例就會提升了。那這些戰機跟轟炸機，他們就必須要更深入，因為沒有飛彈了。到這個伊朗的領空，或者是靠近它的防空武器的射程，才能去投飛彈。一邊是美國的進攻，希望能夠持續擴大，但是另外一邊，伊朗方面的手勢現在也持續的擴大，而且還有了其他國的幫忙嗎？這是來自路透社的最新爆料說，伊朗可能接下來在幾週之內
就會來接收來自於大陸的陸制的這些肩射防空飛彈，最多說可以達到400套的人攜式防空系統。好，型號的部分有2款，帶觀眾朋友來看。第一款叫做前衛12，第二款叫做飛弩16。這些的優勢就是說，它主要是打這些低空來的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戰機等等，所以補足了伊朗在低空這邊過去比較不足、比較弱的一個防空的武器。那外媒也預估了說，伊朗現在讓美國真正痛苦的關鍵，還有它是以量來破質，它發射大量的低成本無人機、巡弋飛彈、彈道飛彈，消耗美軍這些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攔截彈。酈將軍怎麼看目前伊朗的攻勢？我怎麼看？我現在就一句話哈：川普投降，油價正常。如果川普我想這場仗應該到現在為止應該看得出來，這個美軍來講可能打不下去了，不管是彈藥不足或者是士氣低落哈，然後美國自己要面臨國內政治上的壓力，所以說我認為川普這個當然他不願意承認說用投降2個字了。可是現在看起來，他這個不斷的退縮，從原來設定的戰略目標，這個要伊朗推翻他的神教政權，然後讓伊朗不能發展核子武器哈，叫伊朗不能發展對以色列可以攻擊到的長程彈道飛彈。看起來這3個目標不但都不能夠達到，反而這個原來荷姆茲海峽可以自由通行的，現在變成這個美國來講的話，只要以能夠恢復荷姆茲海峽能夠自由的通行這個最低的要求，我看現在都做不到了。所以我特別要講，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川普如果你投降的話，可能全世界的油價就可以恢復正常。是。第二個，我們看美軍中國有沒有提供伊朗這種肩射型的防空飛彈400套？我覺得這是美國所放出來的這種訊息，目的在將他這個戰機不敢進入伊朗的領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甩鍋給中國，說中國提供了。為什麼我這樣講呢？2個理由。第一個是這種肩射型的防空飛彈，事實上伊朗自己就有生產，他不需要從中國來提供給他400套那這個除了他自己能夠生產之外，我們要知道，如果說是願意提供給他的國家，包括俄羅斯也有這種型的導彈，這不是很這個稀奇、很稀有的武器是。那第二個理由是這款導彈大概肩射型的，你射高大概就5公里，然後作戰半徑大概也就6、7公里這個範圍有限，它是隨身攜帶的，就是萬一這個你的區域防空這個。整個區域來講的話，200公里的導彈，沒有辦法擊中敵機之後，當敵機飛臨到你的面前，你最後為了自保再用肩射型導彈，就有一點像軍人打仗的時候帶手槍，你知道？這個你真的是跟敵人拼命的時候用的是步槍、機槍、長射程的武器，那個手槍是最後萬不得已，這個為了自衛型的武器對，所以肩射型類似這種性質，對防空類似這種性質的武器，那你想想看。它對美國的戰機會構成威脅嗎？但是美軍的飛機現在很明顯的不敢進入伊朗上空來攻擊。你知道美軍有一個作戰有個特色，就是很怕死這個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打安全的仗。其實我講這話是有道理的，這不是說瞧不起美國軍人，而是這個美國來講，他們國內來講，如果說有官兵陣亡呢，那政治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首先，他就任何作戰的狀況，第一個要保全這些官兵的生命，因為大家每天給你算嘛，1個、2個、3個、4個，今天已經第18個了，全世界都要給你算。那你想想看，就中央司令部這種壓力有多大？所以他打這場仗，他只能在安全的地方發射這種武器。比如說海軍來講的話，它的這種戰斧型巡弋導彈，它可以在1800公里之外就由艦艇來發射，你伊朗打不到它艦艇。那它的陸射型的武器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種陸軍中程戰術導彈這個射程500-600公里以上，或者是它的精準導彈，都是在安全的範圍安全的距離來講發射這個導彈。那空軍如果說是戰機要進入轟炸來講的話，因為空軍所攜帶的彈藥，戰機所攜帶它的射程就相對會比較短，那你勢必要進入伊朗的領空，那你進入伊朗領空，當然就會有被伊朗擊落的可能性這個是因為之前這不是沒有，雖然說我們認為伊朗它沒有它沒有戰機，也沒有這個高階的防空導彈，
但是它依然可以擊落美軍的戰機。怎麼擊落到現在是一個謎哈，因為美軍的有一架 F-15戰機不是在那邊被擊落，為了他們去救那個自己還損失很多架飛機。那到底什麼擊落不曉得，可是只要有一架戰機被擊落，美軍的飛機就不敢進去。所以現在美國只能這個凌空去打。那在這種狀況下，你又不敢真的是深入，只能靠空軍轟炸，我覺得結束不了這場戰爭的。好，這個一方面是陸地上我們要關注會不會引爆下一場戰爭，那另外在荷姆茲海峽也是同時美伊現在最在意的議題。那先前伊朗跟阿曼不是在談嗎？接下來是要共管還是說怎麼樣處理？那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是伊朗要求接下來這些船只，來自於路透社的報道，2個要求。第一個，這些船只要是進入或者是離開波灣地區的話，要通過伊朗的水域，就是由伊朗自己來主導了。那第二件事情是，伊朗要求通行的船舶收取服務費，那麼比例可能是高達貨物價值的5%到7%左右。意思是說，伊朗現在已經制度化的要去管理荷姆茲的意思嗎？楊老師怎麼看？我算了一下，如果是5%的話，裝滿原油最大的油輪，它叫 VLCC， 大概可以裝200萬桶。那以現在的油價大概是80塊美元嘛，所以一艘船的原油的價格大概是1.6億美元，不少。那如果是5%的話是多少？是800萬美元。7%的話就1120萬美元。那過去在戰爭之前，每天經過荷姆茲海峽出去的大概是2000萬桶原油，所以大概就10艘最大的 VLCC， 那就是至少一天它光是原油的收入，如果照7%的話呢，它就可能來到了將近有1.1億美元。這只是原油、天然氣、大宗物資，這些都是一樣，要算錢的話，這是個不得了的生意。阿曼怎麼可能拒絕？伊朗怎麼可能抗拒？你就算打個對折也不得了。那伊朗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呢？其實就展現，一方面是展現他控制荷姆茲海峽的能力，二方面當然這個收入對他自己的經濟重建、政權掌控有很大的幫助。那能不能夠這麼做，這已經不是國際法的問題，這已經是在這一次美伊戰爭之後，伊朗他覺得他有權利這麼做。因為他要掌控這個荷姆茲海峽，美國能不能夠拒絕？美國大概可以持續的跟他在這種拉鋸，就是說希望其他的船只照美國的指定走靠阿曼這邊的航線。那你就看到過去這段時間，伊朗就打，伊朗就教訓。那阿曼現在也了解到了，其實你怎麼去弄，除非美國要把這整個附近的島嶼，那個格姆茲島嶼，像比如說比這個我們台北市還大的那個島嶼，還有就是相關的附近的通通佔領，美國也做不到全面掌控荷姆茲海峽。所以呢，這樣子的情況，阿曼現在大概也看清楚，與其抗拒的，不如跟他合作，自己也賺一筆。那因此，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美國能不能夠接受，我們也許不到48個小時就會知道哈。但我覺得，伊朗會不會這個因為美國而再次偉大？其實他已經就是偉大，但是呢，美國不希望他偉大，美國不允許他偉大。所以我個人覺得哈，美國就是為什麼再打這一波，他就是不願意讓伊朗那麼簡單的就重新回到一個正常國家，發展經濟，得到援助，掌控荷姆茲海峽，然後呢成為中東的強權。他不希望如此，他希望至少維持在戰爭之前，美國持續對伊朗的制裁，使得別的國家，舉例而言，俄羅斯、中國不敢明目張膽的去援助他，而使得伊朗長期的還是停留在困境、經濟的困境、軍事的困境當中。那但是如果這樣子的話，你荷姆茲海峽就被伊朗給卡死，所以就變成一個就是兩難的這個處境。我們看这個川普接下來是不是這個再一次的 taco？ 不過我們已經吃了太多的 Taco Bell 了哈，那吃他那個萵苣都會肚子不舒服，所以呢，川普如果再讓大家吃一次 taco 哈，那這個人真的是沒有信用到底。可是他又怎麼解決呢？這也是一個困境。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